奔驰的御用改装厂被誉为奔驰头等舱。这个德国巴博斯到底是什么来头？这一切还要从1977年说起。当时的创始人波多·布舒曼还是一名20多岁的黄花大小伙，精力旺盛，放飞自我，一心追求速度与激情，什么车跑得快他就开什么。而在1977年的勒芒24小时耐力赛上，一位传奇车手开着保时捷，从倒数第1名开始奋起直追，历时将近7个小时，在最后一圈甚至还遭遇了引擎危机。尽管情况如此艰难，最后他还是取得了冠军，这也使得保时捷名声大噪，一度成为年轻人追捧的对象。而波多也不例外。有一天，他开着一辆全新的保时捷来到了父亲的车店。他的父亲是梅赛德斯的经销商，看到这一幕之后非常生气，心想老子是卖奔驰的，你却总开着一辆保时捷来公司，这让手下的员工怎么想？于是他要求儿子只有开着奔驰才能在公司停车，这让波多非常苦恼。当时的 AMG 还不是奔驰的一部分，所以没有太快的车型，于是他心一横，打算自己改装。由于当时的奔驰主打豪华，所以要让它和保时捷一样快，还是有些困难的。当时他试着改装了一辆奔驰 W116， 外部换成符合空气动力学要求的套件，尽可能的降低风阻，内部则换上更强大的发动机，并对结构进行优化。一套操作下来效果非常好，不过他自己并没有太在意，而是直接停在了父亲的公司。后来有一天，一位客户看到了这辆车，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，和波多进行一番交谈后，两人一拍即合，当即成立了改装公司，并以2人的名字命名为巴博斯，宗旨是专门为奔驰进行改装，将高端和速度进行完美融合。他们在改装方面的首次成功是改装了一辆奔驰 W126， 这辆车算是虎头奔的前辈，无论从外观还是型号来看都非常经典。在此之后的20年里，越来越多的客户被他们精湛的改装技术吸引。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，波多在1983年成立了自己的展厅。次年，他说服了汽车租赁公司，为他们改装了200辆奔驰1901。很多租用过这些车的顾客试驾之后都成为了巴博斯的忠实客户，这也让巴博斯的业务发展更加迅速。不得不说，这个营销简直是天才之举。后来巴博斯凭借着出色的口碑，发展越来越大，改装技术也越来越先进。一台装有巴博斯套件的奔驰 E 在风洞测试中创下了风阻系数 0.26 的好成绩，成功的载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。这个数据至今很多车都无法做到。接着时间来到1986年，巴博斯增设了新的工厂，汽车改装能力提高了一个档次。次年，帝国改装车协会成立，博多·布舒曼被推选为第1届主席。虽然他早已功成名就，但从未放弃过研发。在1992年时，巴博斯研发出了 6.9 升 V12 发动机，最大功率达到509匹马力，以及710牛米的峰值扭矩，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。后来，这台发动机被应用到了奔驰 E500、W100等车型，并创造了多项世界纪录。当时他们已经做到了行业顶尖，但仍在不断突破自我。就在1998年，巴博斯 TB12 横空出世，一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快的量产车，时速高达每小时320千米。次年，巴博斯的总部面积扩展到了11.2万平方米，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汽车改装中心。不过最后和奔驰彻底绑定在一起，是2002年巴博斯和戴姆勒克莱斯勒合作，成立了 Smart 巴博斯改装厂。至此，巴博斯成为了 Smart 的御用改装厂，全世界所有的 Smart 原厂改装车均出自巴博斯之手。一直到现在，它仍是奔驰改装界的天花板，很多人心中追求的目标。对于这么一辆车，您有拥有的想法吗？